老板，听说最近又多30天的产假，对不对？是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拿工钱，然后我也不回来上班，我可以在家？可以这么讲，今天我们就来讨论。 2020年5月1号劳动节，首相安华就宣布了一项新的措施——产后假期津贴 （Post Maternity Leave Allowances）。简单来说，马来西亚现在的法定产假是98天。在这98天结束过后，如果你觉得身体还没有恢复，或者是宝宝还需要你多陪伴，你可以再申请额外最多30天的假期。以前我们讲政策，一讲就是一整集，那今天我们就换一个玩法，实问实答，一起拆解这个新的政策。第一题，妈妈们在98天产假结束后，还可以额外申请最多30天的产后假期。那这额外的这1个月有工钱可以拿吗？答案没有薪水，因为这额外的30天不是带薪休假，但是有津贴可以拿，金额相当于你的月薪的80%哦。第二个问题，那这额外30天的假期津贴谁来买单呢？雇主需要掏钱吗？答案不需要，雇主1分钱都不用出，这笔津贴完全是由 EIS 就业保险系统来承担。也就是说，政府用社保基金里面的钱来支付你这额外的1个月的津贴。第三个问题，真的可以拿到满88%的薪水吗？月薪1万也是80%吗？虽然目前法案是当然还没有看到啦，也还没有经过国会等程序啦，这个还得大家耐心的等一等哦，看最终正式公布的时候才会实施。但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EIS 和SOCSO的受保薪资上限是6000块。如果津贴的标准是按现有的社保的框架来执行的话，可能最高就只能按6000块来计算了，80%就是4800块。第四个问题，所有的妈妈都必须休满98加30天128天吗？其实不是的，不是必须的。由于法案还没有正式通过并发布，就目前政府宣布的消息来看，这是申请制，是选择性的。如果你产后的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宝宝需要更多照顾，那就可以申请这个额外的最多30天的假期了。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恢复的挺好的，就可以选择在98天带薪产假后就直接回去上班了。第五个问题，那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政策呢？核心原因有3个。第一，首相安华就指出25岁到29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78.9%，但来到了35岁到39岁，哇，这个数字就降到去68.6% 了。这也是很多经济学所说的，马来西亚的女性就业率呈现单峰模式，女性在婚育年龄离开职场一去不复返。而很多国家呢是双峰模式的，女性生完孩子之后，等孩子上学了，会重新回到职场。第二，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 排东盟是第3，但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区域内是吊车尾的，近约56% 而已，远低于男性的82.9%。也就是说，每10个大马男性中有8个还在上班，而女性就不到6个。这中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是国家经济潜力的浪费。第三，马来西亚的生育率连续多年下滑，2025年马来西亚的生育率已经降至 1.43 了，远低于替代水平的 2.1。这里简单脑补一下，生育率 1.43， 意思是平均每位15岁到49岁的女性一生只生 1.43个孩子，而要维持人口总数不增不减的替代水平，每对夫妻需要生至少 2.1个孩子。 1.43 意味着每代人大约减少1/3的人口，是非常恐怖的。政府想用这个政策传递一个信号，生孩子和上班不用2选1，你要生孩子可以，你产后需要多休息1个月可以，而且你放心，这1个月钱从 EIS 出，老板不找你麻烦。第6个问题，120天听起来好长但和其他的东盟国家比，大家的产假算长吗？越南180天，泰国120天，新加坡16周112天，马来西亚98天加可选的30天。国际劳动组织建议 ILO 推荐的产假最标准的是14周，也就是98天咯。所以马来西亚的98天正好就踩在这个线上。第7个问题，其他东盟国家在产假期间的财务支持是由谁来承担呢？
呢？政府有没有帮企业分担？答案是这各国的模式还是五花八门哦。泰国模式是2025年12月，产假从98天增加到120天，前60天是由雇主支付全薪，后60天是由社会保障基金交付。越南模式183天全薪产假，全部由社会保险基金来交付，雇主基本上完全不用掏钱。新加坡模式16周全薪产假，政府通过 GPML 的计划补贴雇主，其中的8周由雇主支付，后8周呢由政府来承担。第8个问题，消息一出，很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在网上吐槽，因为员工休假，公司要临时请人来替代，影响效率，甚至会导致老板越来越不愿意收女性员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老板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额外的30天的津贴不用老板出钱，但人手空缺、高成本临时工的问题依然存在呀。那怎么办？这里有2个国际经验值得参考。第一是夫妻共享产假，许多北欧的国家比如瑞典就规定父母双方必须各自休一部分的分假，不用就作废。这样一来，雇主就不会只把负担压力放在女性身上，爸爸也要休，妈妈也要休，分摊了风险。新加坡也在推行类似的共享育儿假制度共享产假的意义不只是在于帮助和支持女性早日重返职场，那更有助于让爸爸们也可以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从社会观念上推动性别平等。第二，日本和韩国政府鼓励企业为休产假、育儿假的员工雇用替代人员，并为企业提供替代人员雇用的资源金。那这样一来呢，中小型企业对女性员工产假的制度的接受度、包容度或许是可以得到大幅提升。第9个问题，那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怎么办？自雇小贩家庭主妇零工妈妈，她们也能拿到这个津贴吗？这个问题还真的是问到非常好啊。目前这个设计呢，只覆盖 EIS 就业保险系统的受保人，而这个 EIS 的受保人那就是我们的雇员们，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打工一族而已咯。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全国有约135万名女性在非正规的领域就业，这100多万人目前就是拿不到这个津贴的。但是好消息是，去年年底人力资源部呢就有宣布产假延长津贴相关的法令会有一些修正在推行当中，未来不排除将自雇人士也纳入受保的范围里面。第10，你如何看待这个政策呢？最打动你的地方又是哪里呢？那我的看法是，这个政策的温度不在于它给了多少的津贴，而是在于它承认了生育的价值。在这个经济学里生育不被计入我们的 GDP。 一个妈妈在家里喂奶、哄睡、换尿布、做家务，这些劳动不被统计，也不被支付工资。但这个政策用真金白银的津贴，用 EIS 基金里的每一分钱，在跟大家说这件事值得被看见，值得被保障。一个社会的进步从来不体现他给了强者多少的自由，而体现在他愿意为那些在生命中最脆弱时刻的女性承担了多少的责任。128天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支持这项新政策吗？不妨留言讨论哦。我是SubSub水松，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拜。